九善大阅兵。拍谁了？九善大阅兵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没有，是抗日战争胜利。这件事跟台湾有什么关系？台湾人会庆祝吗？你们在学校会学习吗？新闻会报道吗？说实话，我问我身边的朋友，没有一个知道。其实不对，有一个跟我说这个是对岸的事情，但是我觉得你不知道这件事代表的意义是非常严重。我跟你说，你看完这一集，非常有可能你会发现你没有想过这件事。九善大阅兵是中共在庆祝抗日战争胜利。白话一点，第二次世界大战，中国人跟日本人打仗的时候呢，中国人赢了，日本人输了。中共觉得很棒棒，这样讲好像没有什么问题，没有吗？等一下你会知道问题多严重，而且问题是可以分两个部分。中共庆祝这种节日是非常有问题，但是台湾人不知道这种节日也是非常夸张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呢？我会解释，但是因为我一直鼓励你们独立思考，先会给你一个提示。九三是哪一年的九三？知道吗？多少老师才考你哦，是1945年。那如果你思考比较慢，或是你对历史不太清楚，很有可能会跟我说然后嘞。那我问你第二个问题，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哪一年建立的？你知道吗？很久之前，对不对？是1949。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呢，中华人民共和国还不存在。所以问题来了，请问那年哪一个国家跟日本帝国打仗？你知道吗？中华民国。对，没错，你护照上写的中华民国，你的身份证上写的中华民国，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。因为我知道我的频道有很多网军在这边留言，说不定也是有看我的影片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护照，如果你们有护照的话，或是你们身份证写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两个不一样的名字，两个不一样的国家。所以事实上打败日本帝国不是中共，不是解放军也不是红军，是中华民国国军。蒋中正，你知道一个光头有八字胡一直微笑那位。那问题来了，中共干嘛在庆祝别人赢的战争？你想过吗？这件事你都不知道，没问对了。都要教你哦。速修嘞不用。那我跟你说，中共庆祝这种节日，而且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，有3种原因。首先，他们要否认中华民国的存在，不只是现在的中华民国，过去的中华民国也要否认他们的存在。再来，因为那时候解放军会表演，所以他们想要炫耀解放军多厉害，这是好棒棒。还有推动仇恨日本，你听到这3个原因应该不意外吧？但是很有可能你没有仔细看，没有关系，多少老师帮你思考，好不好？比较仔细的讲，那时候是中共跟国民党一直反抗日本，不过呢，他们的角色非常不一样。蒋中正跟国民党是认真打仗，中共那个时候比较弱，所以他们躲起来假装打仗，就是输了，然后看看是不是日本跟国民党打仗的时候，他们看看国民党有没有输了，这样他们可以控制中国。这件事不是我说的，如果你看《凯罗宣言》这部电影，你们会发现他们偷偷的把毛泽东放在那边，但是那个时候他根本不在。还有1964年，毛泽东自己感谢日本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觉得如果日本帝国没有攻击中国，他们没有办法打败国民党，没有办法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所以他们今天庆祝93大阅兵，是不是有一点过分？那今天最重要的问题来了，今天中共羞辱国民党，完全否认它的存在，国民党会说了什么吗？国民党会反抗吗？国民党会表现出来吗？对这件事会有意见吗？因为说实话，这件事情很严重。中共今天在非常高调的否认中华民国的存在，把国民党曾经做过的事情，马英九、傅昆萁或是其他的国民党党员，他们去中国跟中共开会，他们会提到这件事吗？如果没有，有什么原因？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。边色龙 （A.K.A. 和平大使），你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吗？
毕竟你对中国很了解，因为你去过3次。说实话，如果不是因为现在的国民党跟中共非常密切合作，我也没有想到其他的原因。不过，国民党的前主席洪秀柱在今天依旧表态，他会出席阅兵。只不过，洪秀柱是马上被翻出了，在10年前他反对国民党的连战出席阅兵，遭质疑立场大改变。洪秀柱在今天晚间又再度发文回应，强调两岸局势早就已经180度转变，也要执政党不要阻止人民铭记历史。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更严重，台湾媒体会跟台湾人解释这件事吗？台湾100万 YouTuber 非常关心中国的那些，他们会好好的跟你解释这件事吗？你看抖音会了解吗？或是一般台湾人听过这件事吗？如果没有，很有可能是你被洗脑，但是你不知道。我知道这样很难听，因为谁会想要承认自己是被洗脑的人？但是如果你不相信我，没有关系，你可以自己问 ChatGPT， 这样很简单吧？那你觉得如果中共有办法骗到台湾人到这个程度，你不会觉得有其他的事情可能也是在被骗吗？例如台独，因为说实话，我们大家都已经承认台独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，但是事实上并不是，是从中华民国独立，那是真正的台独。那你知道如果我们接受中国谎言的结果是什么呢？我跟你说，你的人生会非常大的变化，这种变化不太好。那我们现在看为什么他们要炫耀解放军多厉害？我觉得答案很简单吧，因为他们想要恐吓台湾，而且不只是台湾，还要跟美国、日本说小心哦，我们非常强。但是如果他们真的这么厉害，为什么还没有过来这边武统台湾？你觉得是因为他们心非常好吗？他们是好人吗？或是因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？你觉得是因为他们很和平吗？应该你没有那么笨吧？没有啊。解放军这样表演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目标，让你害怕，让你想要投降。因为如果你没有自己投降，很难打台湾。但是如果你接受被并吞，那其他的国家像日本、菲律宾或是美国没有资格保护你。简单的说，解放军的表演是想要骗你。那还有一件事，为什么中共是非常努力的想要煽动对日本的仇恨？他们一直有一个借口，他们觉得日本对中国很坏，南京大屠杀你应该听过吧？但是我问你，那如果日本帝国应该因为南京大屠杀而道歉，而且不要误会，我觉得他们应该要道歉。但是呢，为什么中共到今天还没有因为大跃进而道歉？杀了最多中国人就是中共，而不是日本帝国，而且差很多。那如果你觉得但是这个都是历史，那为什么到现在一直在鼓励仇恨日本？我们是用来拍照的，对，类似于拍照的啊，可能是一些。如果你穿汉服来，我绝对不会这样说，对吧？但是你穿和服啊，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，你是中国人，你是中国人吗？我想请问你可以这样大声对我吼吗？可以。那现在啊，如果你们不配合，我想有什么理由呢？涉嫌寻衅滋事，好吧？而且我要穿一个衣服。好吧，那你们跟我们回去吧，好吧？来，带走了。好，来，谢谢，好吧。我个人觉得很简单，因为如果他们打台湾，日本参与，中共想要中国人民可以接受杀了日本人，那是为什么最近日本在非常努力的建立他们的国军台湾呢？台湾在等什么？那还有一些细节，我觉得蛮有趣的。你知道中共今天不许给计程车司机讨论政治吗？如果他们被发现，他们会被请喝茶。那你知道北京也是有封锁很多地方吗？包含捷运，因为国际媒体今天在看中国，所以他们非常怕有任何一个中国人民把握机会来抱怨，因为中共不等于中国。你知道这个活动是多少钱吗？1500
1500亿台币，但是同时6亿的人口一个月的收入是4000块台币，就是我刚刚说的，中共不等于中国。所以虽然变色龙就是和平大使，一直想要骗你说台湾是讨厌中国人民，台湾的问题不是中国人民，而是中共。变色龙不要继续讲一些假议题，好不好？因为你知道为什么他讲这些假议题吗？不是因为他不知道，不是他不懂。首先当然是因为中共跟他说他应该要这样讲，但是他讲的话有脑的台湾人会觉得很离谱，所以会生气会骂他，这样他可以说哦我被攻击，就是造成台湾社会的分裂。但是对中国人也是有一个功用，中共在利用变色龙来说服中国人台湾真的很糟糕，因为中共最大的受害者是中国人民。但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不是馆长，而是台湾媒体一直不断的报道馆长。为什么你觉得他们会这样？因为台湾媒体也是在帮忙馆长散发一些谎言，中共想要你相信的谎言。你有想过这些事情吗？如果没有，为什么？那 OK， 现在你们可以过来恐吓我，你们可以送台湾黑道，或是你们可以一直重复我是民进党的这一网红，我是为了流量，我是为了钱拍片，我不管。因为事实上我不是靠民进党或是任何一个政治党来过生活，我现在大部分的收入是抖内。那谁会抖内我？这件事我觉得特别有趣，因为那些人有时候会私底下密我，跟我解释他们状况。很多人跟我说他们非常认同我影片上说的话，但是他们在家里工作或是跟他们的朋友没有办法提到这些事情，他们怕会受到后果，所以他们默默的支持我。在台湾非常害怕为台湾发生已经是非常严重非常离谱的事情，但是对那些鼓励我的人，我要跟你们说非常感谢。我发誓我会继续为台湾发声，因为我是黑术师，我不是一个他妈的变色龙。我们下次再会。